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大家好，我是陈启鹏，今天又来帮各位颠覆历史了。那今天要颠覆的主题是什么呢？那就是瘟疫。那一说起瘟疫，大家都会闻之色变，因为它所造成的伤亡，往往不是单一个案，而是大规模的死亡人数。那不过，在中国史料很早就有对瘟疫的记载。像譬如说，在《周礼》这边有提到说，事时皆有痢疾；而《吕氏春秋》里面也有提到说，季春行下令，则民多疾疫。从这两份史料来看，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古人其实对瘟疫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们知道说，春夏秋冬4时都有瘟疫的发生。不过，他们认为瘟疫发生的原因，则是因为有非时之气所造成。那确实也没错，因为瘟疫就是一种天灾。可是，瘟疫在特别的情况下，往往会蔓延，而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多半都是人祸。那要不就是人们疏于防范，要不更可怕的就是刻意为之的结果。那当然，大家会问：历史上有类似这样的瘟疫是由人祸所造成的吗？有哦，像我们之前在讲到汉奸专题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一个西汉的太监叫做中行岳。那中行岳因为不满被皇帝派去护送和亲，所以撂下话来说要对汉朝不利，然后他到了匈奴那边之后，就真的帮起匈奴对汉朝不利。那他是怎么帮的呢？他是主张说应该要发动细菌战，建议匈奴王把得了瘟疫的牛羊投入水中，让汉朝的军队得病。那我们要问匈奴王，也就是匈奴单于有没有接受？后来有接受。还发扬光大，把它变成生化武器。那他是怎么做呢？那其实当时汉匈战争，汉武帝要的就是匈奴的战马，那匈奴就乖乖把战马奉上，那说你要战马，我就给你，你不要再来打我了。可是你觉得他们有这么好心吗？才没有。那当时他们就偷偷的在这些马身上下毒。那所以史料说，匈奴的巫师在这些战马上下蛊，下的这种蛊很特别，它在牛羊马身上不会发作，但死了之后却会蔓延开来。那这样的一个病症，其实就现在来看，它应该是一种禽流感。中医称之为伤寒。那不过这样的一个禽流感所造成的瘟疫，却后来被关中的人民接收，他们欢天喜地，觉得有战马给我们很好啊。没想到接收之后，还真的就造成了瘟疫的大流行，使得关内的人民死伤惨重。不过，既然有用，匈奴当然不会只用一次，所以后来陆陆续续汉朝的军队去攻打匈奴，那匈奴其中的一支叫北匈奴。北匈奴就西迁，那西迁之后，他就陆陆续续用这种下蛊的方式来阻止汉朝军队追击。那固然使得军队的攻势为之一致，但是你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培养病毒，其实是一种双面刃。这就是很典型我们所谓的伤敌100，自伤70的概念。结果这样的一个瘟疫，后来他们也不小心蔓延之后，因为他们没有什么防疫的观念嘛，培养的过程中不小心让它溜出来扩散了，他就跑嘛。结果他们到处迁徙，也就到处散播瘟疫。西元2世纪时，中西亚就蔓延开来。到了西元6世纪时，欧洲也遭受波及。那据说欧洲被波及到什么地步呢？当时的英格兰居然没有足够的健康的人手来帮忙搬运尸体，那你就可以想见瘟疫的危害有多么的严重。所以匈奴不仅把它用在阻止汉朝军队追击，后来还成为生化武器，蔓延全欧。那当然，大家会好奇说只有这一次吗？
其实并不。既然草原民族开始懂得使用这种巫术，也就是使用这些病毒来做生化武器，来形成瘟疫，当然也就会延传下来。那后来到了成吉思汗的时候，又再一次发作。那成吉思汗铁木真他在西元1206年时统一草原各部族，后来对外征战。那他的后裔因此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那当时这个大帝国蒙古帝国一分为四，那分为钦察汗国、窝阔台、察合台跟伊俄汗国。那其中的钦察汗国，各位可以看到，它就在黑海之滨。那它当然希望能够扩展势力，所以它一直就希望能够打过黑海到对岸的克里米亚半岛。那克里米亚半岛的上面有一个城叫做卡法城，那现在称之为费奥多西亚。那所以这个费奥多西亚古称卡法城。那这个卡法城原本就有住穆斯林教徒，那后来又有一些意大利商人来到这边，两方的势力就开始产生纠纷。那意大利商人把穆斯林教徒打死了，那这些穆斯林教徒不乏一些草原的少数民族，就跑去跟钦察汗国求援，说你来帮我们的话，我们愿意做内应。那钦察汗国正好没有机会来扩展势力，就借由这个名义来去攻打卡法城。那我们知道，这个蒙古大军是非常骁勇善战的。那大家一定会好奇说，卡法城有被他打下来吗？说来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卡法城城墙非常的高，而且守军也顽强抵抗。那于是蒙古大军居然打了1年哦，整整1年都打不下来。打不下来也就算了。后来蒙古大军还爆发瘟疫，流行起怪病。那一旦士兵染上这种怪病，会畏寒怕冷，而且发作时会全身抽搐。那死掉的时候，身上还会出现黑青色。那当时他们因此死掉不少士兵，称得上是损伤惨重。可是即便是损伤惨重，仗还是要打，对不对？所以他们边打，有一个蒙古士兵就突发奇想，说：我们因为这场怪病死掉这么多人，那我们也让卡法城的居民百姓也来尝尝这种苦果好了。所以后来蒙古主帅接受了这个建议，他们就用投石机把这些得了病而死的蒙古士兵尸体，把它投到城中去。那当时守城的士兵看到蒙古大军丢来的不是石头，而是士兵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认为这应该是蒙古人的黑魔术或诅咒。那不过他们并不担心，他说：反正我们有上帝的保佑，不会怕人家的黑魔术跟诅咒。那就是因为这种防疫观念的薄弱，让这些士兵身上的病毒开始蔓延开来，没有多久就使得整个卡法城成为一座空城，因为几乎都死光光，最后据说只剩几百人残存而已。那剩下几百人的卡法城应该很好攻打，对不对？但是说来有意思的是，蒙古大军也没把卡法城打下来，因为他们还没等到城中的人死光，自己就受不了这些伤亡，先撤再说。所以他们撤走之后，这些残存的卡法人也不敢待在城里面了，因为尽管没有蒙古大军的威胁，可是城中还有可怕的瘟疫啊，所以他们就想要逃到哪里呢？逃回他们原居的意大利。所以他们收拾好包袱之后，就搭帆船，大概有10几艘吧，
返回意大利。但是你也知道，他们身上原本就有这些病毒，结果这些病毒在返航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并发，结果在船上的这些卡法人也因此伤亡惨重。你知道最后返回意大利只剩多少艘船吗？10几艘，后来只剩2艘。那尽管只剩2艘，但是也返回了意大利，结果让这个怪病来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开始蔓延。因为在这些船上也有原本在卡法城中的那些病菌跟跳蚤，还有老鼠。那这些带了病菌的跳蚤跟老鼠来到西西里岛之后，就到处乱窜啊。结果这一乱窜，就造成了意大利这边爆发了大瘟疫。但是不是只有意大利，后来欧洲全部都沦陷，沦陷到后来，你知道多少人因为这场怪病而死吗？全欧有总共2500万人，是当时欧洲的1/3人口。你就想想，整个1/3的欧洲的人挂掉，你看那个状况有多么的可怕。可是你以为只有到1/3吗？不，它后来还蔓延到北非，所以后来前后总计这一场病总共造成了7500万人死亡。各位，这就是当时怪病流行的范围。那讲到这里，各位如果反应快的话，马上就会想到这是什么怪病啊？就是中古世纪欧洲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啦。好，所以这一场黑死病真的称得上是人类的浩劫。欧洲人后来还特别把它称之为上帝之鞭，因为造成的死伤实在太过惨重了。也因为闻怪病色变，那他们当然也要有一些防治的方法，所以他们后来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医生，叫做鸟嘴医生。那因为这个鸟嘴医生是专门防治瘟疫的，所以也被称为瘟疫医生。那这个鸟嘴医生他们的这一身装备，你看起来有没有觉得十分怪异？他们认为这一个装备是可以防这种怪病的，可以躲过死神的追击。怎么说呢？其实这一身装备，它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怪异的形象，不过实际上每一个部位都有实际的作用，都有防护的效果。我们先来看它的黑色帽檐，它的黑色帽檐一来就是保护头部，二来也作为医生的专业标志，所以大家一看到这个黑色帽檐就知道鸟嘴医生过来了。那第二个就是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鸟嘴。那这个鸟嘴也并不是只是装饰而已哦，它其实是防毒面具。这个鸟嘴之中塞满了药材跟香料，那可以避免病毒或者是病菌的感染。同时，它的它的眼睛部位是红色的透明玻璃。那这个红色透明玻璃其实就是为了要阻绝邪恶，他们的说法是阻绝邪恶，可是实际上它也蛮符合现代医学避免眼角膜被病毒感染的那个情况跟途径，对不对？另外，你可以注意到他身上的衣服是从头到脚覆盖，他的脚上还穿着皮革皮裤，那目的就是为了要把全身的肌肤包起来，以防病毒感染。那另外，长袍的内侧也都涂满羊脂或者是蜡，那也就是有一个防腐的效果。那手上也戴着手套，而且这个手套还涂蜡，因为他们还要负责解剖尸体。那其实也会担心说尸体上的病毒感染了自己的双手，所以这个手套其实就是有点类似像外科防护手套的概念。同时，他们还有一根手杖哦，这根手杖是干嘛呢？它是为了击打那些患了病的病人，因为那些病人会要求他们来救治，那总是会跟着上前来，甚至触摸他们。那于是他们就会用这个木杖来打他们，来防止这些
病人身上的病菌来到他们身上。各位听到他们的这些装备的作用，你有没有觉得其实跟我们现在医生的防护服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好，那不过西方这样的一个鸟嘴医生到底有没有发挥作用呢？那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鸟嘴医生有一半以上都没有专业知识，只是为了招摇撞骗。因为很多人得了病之后就疾病乱投医啊，看到有鸟嘴医生就会奉上大笔的金钱，希望他救治自己啊。所以有一些不孝之徒就刻意拥有这身装备来假装自己很有能力，那其实完全没有救治的能力。同时他们也要负责处理尸体，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虽然负责救治病人，是为了防治瘟疫，但是他们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死人，所以言传到后世，这身装备反而成为死神的化身。所以后来我们在不少的戏剧或漫画里面，都会发现说，有一些不孝之徒是以他作为死神的形象来现世的哈。那西方有这种鸟嘴医生来进行防疫，那我们要问是中国古代有没有防疫的概念呢？那当然也是有的哦。那其实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有所谓的方向式视狂夫。那这个方向式视狂夫是何人？他就是驱赶异鬼者。所以在《周礼下官》里面有提到说，这个方向式他会长蒙熊皮，黄金四目，悬衣朱裳，直戈扬盾。各位，你看看他的这样的一个穿着，其实也有点防护服的味道。你看哦，长蒙熊皮，那就是身上他会穿着熊皮嘛，披着熊皮嘛。黄金四目不是真的，他的眼睛是黄金，有4个眼睛，而是应该是他有头戴面具之类的哈。那悬衣朱裳，那就是说他身上有红黑色的衣服来作为防护，同时他也有直戈扬盾，有一些武器在手上。那其实各位一听，有没有觉得跟这个鸟嘴医生的装扮也有几分雷同，对不对？好，那不过他们这身装备主要是为了祈求神明来驱逐异鬼，所以后来言传到后世，还出现了所谓的傩戏，就是看到一个人一个男，那个念傩就是傩戏，就是有点类似像巫术之舞蹈的意思哈。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巫术舞蹈，那他们在古代的时候还有一些方法驱逐异鬼，像有一些他们会设教祈福，那有一些则是龙舟竞渡。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的龙舟竞渡是一种民俗，但是在当年可是驱逐异鬼的一种方法哦。还有像譬如说盐水放风炮，那其实也是一种驱赶异鬼、驱赶瘟疫的方式。那不过各位听到这里就知道，这些仪式或这些民俗，它只能够安定人心，没办法发挥实际的作用。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真正防疫的作为呢？其实最晚到汉朝的时候，就已经发展出了隔离这种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史料之中有提到说，民疾疫者舍空抵地，那也就代表了说，当时他们是把这些患了病的百姓隔离在一个空屋子里面，那为的就是要避免这些疫情蔓延。所以最起码到了汉朝就已经有这样子隔离的概念哦，而且到魏晋南北朝时，他还把它落实成为制度。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有所谓的6级管，那这个6级管是南朝齐晋灵王跟文惠皇太子所创办。他们这个6级管专门就是收治那些
得了瘟疫的病人，那也算是一种隔离的方式。原来不是现在才知道要这样子集中管理隔离，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至于得了瘟疫而死的人怎么办呢？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掩埋尸体，集中掩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就有那个梁书提到说，郢城其实人口有10多万，不过瘟疫流行之后，那这些人口死了10之7、8，也就是大概只剩2、3成的人活下来。那当时的梁武帝特别加以体恤，每一个死掉的人都给他们棺椁，好好下葬。那你当然会问说，就只是单纯很好心的给他棺材吗？其实他给他棺材之后，就是好好进行掩埋，不要让这些尸体再把这些瘟疫扩散出来。所以其实讲到这里，各位有没有发现说，其实古代的防疫观念已经渐渐成型，有没有？好，那当然中医也会研发一些药材，看能不能防治这些瘟疫。那甚至像譬如说民间也会有一些偏方。那苏轼就有《禹王敏仲书》里面提到说，用姜、葱、骨3物，浓煮热甲，无不效者。也就是说，把这3种东西拿去煮了之后喝，是很有效哦，可以防止瘟疫哦。那元朝的《错根录》也有提到说，元军发生疾疫，然后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也就是他用大黄来治疗瘟疫，后来因此活过来将近万人。那这也是很具体的一种偏方，能够治疗瘟疫。那甚至延伸到后来民间流传的一些饮品，据说也都有防治瘟疫的功效。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酸梅汤。那讲到酸梅汤，就要讲到明代的一部小说，叫做《英烈传》。那在《英烈传》里面记载着说，朱元璋年轻的时候，曾经挑乌梅去卖，结果到了湖北阳城时，那边发生大瘟疫。那朱元璋不小心也得了病，就躺在客栈之中，好几天都无法出来。那于是因为没有力气下床嘛，所以怎么办？又饥又渴，只好把随身要批去卖的乌梅拿来吃，来解渴止饥。结果这一吃，居然觉得神清气爽，气色好了很多。那他就在想说，莫非乌梅可以防治瘟疫？所以他就把这个乌梅泡水喝，就喝着喝着，病居然就好了耶。那他在想说，是不是刚好对自己有效？所以他把剩下的乌梅也都熬成乌梅汁，也就是酸梅汤，给其他得病的百姓吃。结果其他的百姓喝了也逐渐康复，他才恍然大悟说，原来这些乌梅汁、酸梅汤是有具体防治瘟疫的效果哎。所以他把批来的乌梅全部都救济这些病人。那后来他也因此得到灵感，也就是说，既然乌梅这么有效防治瘟疫，那哪里有瘟疫我就往哪里去，专门卖乌梅，一来可以防治瘟疫，二来也可以累积财富。所以他后来卖着卖着，居然变成他反元起义的军资。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意外的收获？而且他自己不仅在卖的时候会喝乌梅，因为你要防治防治瘟疫，自己也要先服用嘛，所以他就养成了喝酸梅汤的习惯。即使他后来贵为皇帝，他也一样照喝不误。所以这个故事后来延传到民间，那民间也就开始流行卖起酸梅汤好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去老北京的那个卖酸梅汤的摊贩去看看，他们摊子前面通常会有一根月牙铲，那这个月牙铲其实是向朱元璋致敬，因为朱元璋当过和尚，
那同时，这个月牙产它中间还有个日字，因为月牙有日，就是代表明，那就是代表着大明王朝的创建，所以他们其实是用这一个月牙产来向朱元璋致敬哈。那不过这样的一个版本虽然讲的是头头是道，不过也有人质疑，因为朱元璋不太可能特别去批这个乌梅，因为史料没有说到。那也有一说这个酸梅汤的研发是乾隆发明的哈。不过我后来查了一下资料，酸梅汤不是到朱元璋时代才出现，很早就出现了，早在周礼之中就有所谓的六饮。而六饮其中有一种饮料就是乌梅饮，也就是所谓的酸梅汤。那如此看来，这个民间传说虽然是讲得很有道理，头头是道，可是似乎跟史实不太相合。可是有这个传说的出现，也印证了两件事情：一来就是人们对瘟疫是戒慎恐惧的；二来也是有防疫瘟治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所以这也就是后来酸梅汤会成为防治瘟疫偏方的原因哈。好，不过尽管人们花尽了无数心力去防治瘟疫，但是瘟疫还是层出不穷发生，而且绝大多数也都是人祸所造成。像是在明末就发生大瘟疫，那甚至还出现一种说法，说是老鼠灭明，也就是大明王朝是由老鼠所灭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明末天气发生异变讲起。那当时明朝末年，气候变得寒冷，因为发生异变了嘛，结果就寒冷之后就没有下雨，没有下雨就造成干旱，一干旱之下就造成饥荒。那人民面对饥荒，一开始先挖树皮，然后挖草根。那刮树皮、树皮跟草根都吃完了之后怎么办呢？他们把歪脑筋动到一种生物身上，那这种生物就是老鼠。那因为老鼠有储藏粮食的习惯，所以他们就去挖老鼠洞，把老鼠藏的食物拿来吃。那如果连老鼠藏的这些食物都吃完了怎么办呢？那就吃老鼠嘛，好歹它烹调一下也是一个美味嘛。那吃完了怎么办呢？他们意外的发现说，路边有蛮多倒在路上的老鼠啊，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如果死不久，一样是食物嘛。他们就拿来吃了，就让他们煮来吃之后，这下一吃就糟糕了。那这些老鼠为什么会病倒在路边？就是因为它们身上有鼠疫杆菌啊，结果这个鼠疫就蔓延开来，造成了大瘟疫。那这个瘟疫，那问题是这些灾民吃的这些死老鼠也不会待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会到处找食物，所以到处迁徙。结果你知道，这个瘟疫原本在山西这边爆发，没有多久就蔓延到邻近各省，其中有一省还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人的故乡，这个人就是李自成。所以后来李自成为什么会率领起义军来进攻北京城，就是因为他的家乡也被瘟疫波及了嘛。那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瘟疫，这个瘟疫呢，不仅是在山西邻近各省蔓延，没有多久还蔓延到皇城，也就是北京紫禁城这边。那当时北京紫禁城的居民把这种病称之为疙瘩病，因为得了鼠疫之后会起一个肉包，而且一旦形成肉包之后就无可救药，没有多久就会并发身亡。那当时北京爆发这个瘟疫之后，你知道死伤人数有多夸张吗？据说每一天都有上万人因死掉，而且他们载运棺材的那个马车居然塞满了9个城门，你看死伤人数有多夸张。所以根据当时的记载来统计，那明史有提到说，他们最后死掉大约多少人呢？差不多20万人之多。那百姓尚且如此，那就更不要讲镇守紫禁城的明朝大军。那当时明朝大军镇守在
京城这边有10万人，可是也被瘟疫波及，到后来只剩5万人。所以后来李自成起义军打过来的时候，人手根本严重不足，他们连皇城里头的太监都拉出来帮忙防守，还是不够。可是这5万人里面，他的战力其实连1成都不到。为什么？因为残存的这5万明军，他们并不是没有得过瘟疫，只是因为体质稍强，勉强活下来。那不过大病这么一折腾，那也不过就是等于苟延残喘嘛。所以你知道，李自成的农民军其实是乌合之众，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抵御明军，所以在进攻北京城之前，他们是被各地的明军打好玩的，到处流窜。可是他们来进攻北京城的时候呢，居然2天就打下来了，怎么可能呢？就是因为守城的明军也遭受到瘟疫的波及，所以明朝的50万那个李自成的50万大军才会这么轻易的就把那个皇城把它打下来。所以后世学者在探讨大明王朝的覆亡之时，都认为是天灾加上人祸的结果，但是也都同意老鼠是压垮大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知道各位是否也认同？那明末有发生瘟疫，那无独有偶的是，清朝也有发生大瘟疫。那清朝的瘟疫发生在哪里呢？东北哈尔滨这个地方，而且还造成了6万人的居民死亡。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就要讲到1910年11月时，那当时东北爆发了大瘟疫，而且爆发之后迅速蔓延，赶紧来抓老鼠来检测看看上面是否有鼠疫杆菌。结果一向作为鼠疫杆菌瘟疫温床的老鼠，居然没有验出病毒。好，各位，既然找不出病毒，就不知道如何防治，也不知如何防范，这下该如何是好？那这场瘟疫弄得大清朝廷上下是人心惶惶啊！就在这么一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跳了出来，那这个人就是外交部右丞施肇基。那施肇基主动请缨说：“我愿意担任防疫大臣。”而且他还成立防疫会，那他推荐一个人来担任会长。那被他推荐的这个人叫做伍连德，他其实是马来西亚华侨，年轻的时候读医学院，后来还到英国、法国、德国留学，还得过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你看看有没有厉害？那他得到学位之后，后来就回去马来西亚行医。那因缘际会遇到当时的施肇基，因为施肇基是清朝第一位驻美大使。那后来2个人相谈甚欢，施肇基对伍连德的才学是十分的佩服，很有印象。所以后来他回国之后，就向袁世凯推荐伍连德。那后来伍连德被邀请过来担任的一个职务，就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这里的副监督就是副校长，讲的简单一些，就是他担任我们军医学堂的副校长就对了哈。以他的学士来担任这个职务，当然是绰绰有余。可是东北瘟疫爆发之后，施肇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伍连德，他认为伍连德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来防治东北的瘟疫。那后来他就请伍连德出来担任防疫的工作。那伍连德接下这个防疫重任之后呢，立刻第一时间到东北去查看。那到东北查看之后，他就决定要解剖尸体。不过他解剖尸体是偷偷来哦。为什么偷偷来？因为根据大清律令规定，是不可以乱去解剖尸体，因为那叫做亵渎死者啊。那所以如果你胆敢这么做的话，是要负刑责的。那伍连德其实是冒着受到病毒感染的危险，以及事后被究责的刑责，
的压力来去进行这个偷偷解剖尸体的工作。那不过也还好，他这么做，因为这么做之后，他才发现说，这场鼠疫、这场瘟疫的爆发不是普通的瘟疫，它是一种很特别的鼠疫，叫做肺鼠疫。那这种肺鼠疫，它可以借由飞沫传染，所以这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老鼠没有看到鼠疫杆菌在身上，却可以大流行？因为这肺鼠疫根本就是可以人传人，跟现在的武汉肺炎是一模一样。所以后来伍连德发现这一点之后，他第一时间做了防范，他发明了用2层纱布做成口罩来去防护自己。那后来这种口罩也被称之为武士口罩，算是中国第一个口罩。那因为他们的人都这么做，让他们免于受到这种瘟疫的感染。那于是当时的官民也都纷纷效法，因为伍连德所发明的这种口罩，蛮有用的，又便宜又好用，所以大家纷纷戴起这种武士口罩。那不过呢，伍连德进一步研究这个鼠疫之后，发现说，其实清朝会得瘟疫，还真的是背了黑锅。为什么说背了黑锅呢？因为这种鼠疫啊，它其实真正原本是主要存在在西伯利亚旱涝之上。那所以一开始爆发这种肺鼠疫的地点其实是西伯利亚，不过当时俄国沙皇知道这个地方发生瘟疫的时候，第一时间他下令把所有病死的人全部集中烧掉。烧掉之后，他把得病的人全部通通赶回家。那当时西伯利亚有很多是从东北来的劳工来做苦工，所以他们最后只好回到家乡东北。那问题是，他们回到家乡东北，也顺便把肺鼠疫带回来了。那这一带回来，人传人，口沫传染的结果，就造成了东北瘟疫的大流行。所以各位听到这里，你有没有觉得大清王朝真的是背了黑锅？有没有？好，那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那这些清朝的皇亲贵族虽然听到了伍连德的判断，但是他们也担心伍连德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我们来多拉一层保险好了。所以他另外又找了一个法国医生，叫做斯麦尼，来东北看看。就斯麦尼不知道是不是他不学无术，一来就否决了伍连德的判断。那同时又要伍连德按照旧有防治传统鼠疫的方法来做。问题是，如果按照原本传统鼠疫的方法来做的话，只会让更多的人透过飞沫感染这种肺鼠疫。所以伍连德大怒，所以他撂下话说：“好啊，可以啊，你如果不按照我的方法做，那我就不管了。好，由你们自己去打理。”那这样子就糟糕了，清朝的朝廷高层、皇亲国戚就面临的两个选择，就是两难呐，到底要听斯麦尼的话，还是听信这个伍连德的话？那不过他们后来很聪明，跑去问洋人，因为他们毕竟认为说洋人对洋人会比较熟悉嘛。那他们跑去问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朱尔典听完了皇亲国戚的疑问之后，就痛骂他们：“你们这些笨蛋！为什么呢？”他说：“伍连德他有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身份，你连他都不信，然后去信一个什么江湖郎中，不知道有没有真才实学的斯麦尼，那这不就本末倒置吗？”也因为朱尔典的这一番话的提醒，让清朝决定相信伍连德的判断，所以后来全力支持伍连德来进行防疫的工作。所以后来伍连德随即到东北那边呢，来进行各式各样的防疫措施，
包括隔离啦、集中掩埋啊，还有就是进出管制等等的，跟现在武汉肺炎的防疫方法差不多。所以各位，你们看到的这些防疫方法，在清末的时候，伍连德几乎都用过。那照理来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缓减，对不对？但是伍连德意外发现死亡人数不减反增，怎么可能呢？我都采取最正确的防疫方法，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死亡人数或感染人数会下降才对啊。所以他觉得这其中必有蹊跷，于是他特别亲自到东北这边再探勘一次现场。这一看才发现，原来出了大问题，因为肺鼠疫东北瘟疫流行之时，正好是东北天寒地冻之时。那刚才我们不是讲吗？1910年10月啊，那你知道东北冬天冷到什么地步？零下10几20度，那个土冻到根本挖不动。那因为挖不动，所以得了病死的人没办法入土为安，把它掩埋下去。那于是挖不下去怎么办？集中弃置在广场之上。那问题是，这种肺鼠疫就是会在透过空气蔓延。你把这些得了病的这些尸体通通集中到这个地方，那不就摆明了就成为瘟疫的集中所了吗？所以后来那个伍连德一看到这个情形之后，立刻向朝廷奏报，希望朝廷允许他焚烧尸体，因为大清律令是不可以规定是不可以焚烧尸体的。那结果问题是，如果要焚烧尸体的话，那是会引发民怨的，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要入土为安。所以当时呢，朝廷一些没有知识的皇亲国戚就痛骂伍连德这个庸医啊，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跳了出来。而这个跳出来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摄政王载沣。讲起载沣啊，他是当时实际清朝掌权者。那不过其实他一直都还算蛮庸庸碌碌的。但是就在这个东北疫情要蔓延的关键时刻，他跳出来说了一句话，他说：“烧有事我负责。”哇，各位听到这一番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载沣超有魄力？有没有？好，所以其实，在史学家的眼中，载沣其实是还蛮庸庸碌碌的。但是他在他短暂而庸碌的执政生涯里，居然下了这么一个明快而且唯一的决策。这也成为他庸碌的政治生涯之中少数的一个亮点好，那回到伍连德，那伍连德得到那个摄政王载沣的支持之后，就开始把尸体集中来焚烧，人民是那个怨恨的非常的惨啊！那怎么我们人死入土为安，你居然把他们给烧了亵渎死者，你将来会不得好死，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尽了。但是伍连德就是坚持这么做。那当然我们要问有效果啊？有哦，2个月后，哈尔滨就出现了零死亡案例，接下来就长春跟沈阳也进入到零死亡案例。4个月后，所有的疫情完全得到控制，没有人因这个瘟疫而死。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场瘟疫就在伍连德英明的措施之下得到了控制以及缓解？所以东北瘟疫爆发之时，其实当时各国都非常的人心惶惶，因为不知道病因之所在，他们也怕形成再一次的黑死病大肆虐，所以所有各国都在观望，都在看，那也都担心会有再次类似的事情发生。那还好伍连德出手，然后挽救了这一场浩劫。所以后来这个英国的
医学周刊给伍连德极高的评价。他说伍连德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为报，我们永远感激他。所以你看，这个伍连德在清末是蛮默默无名的，但是他的措施却使得却在清史上留名。那也为大清做出了贡献，因为如果按照道理来说，大清应该也会像明末老鼠灭明一样，被这个鼠疫所击垮。还好伍连德及时出手相救，挽救了这一场浩劫。那所以后来大清没有在这样的一场瘟疫之中真正灭亡，是到后来的时候才引发所谓的武昌起义哈。那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不知道各位是否发现说哈，那个瘟疫的发生多半都是因为天灾，那个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它的蔓延或者是为祸人类，往往都是人祸的结果。所以面对这些疫情，其实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有防疫的观念来做好防范，千万不要有侥幸之心，因为许多的祸端都是来自小小的那个侥幸之心，导致它疫情的蔓延，而导致更大的伤亡。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也顺便提醒各位，就是说彼此相互提醒，就能够将这种人祸所造成的瘟疫伤亡降到最低。不知道今天对瘟疫的方案是否也让各位耳目一新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合理质疑，颠覆历史。陈启鹏的颠覆历史，我们下次见哦。